2026年4月20日下午4点53分，日本东北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春日午后，忽然被一阵天摇地动撕裂。三陆外海深处，太平洋板块与北美板块角力数百年累积的应力，在几十秒之内全数释放，蹦出规模 7.7 级的惊人能量。海啸警报响彻岩手，响彻青森，响彻北海道太平洋沿岸，超过15万人接到疏散指示。东京高楼摇晃超过1分钟，东北新干线全线停驶，沿岸港口涌入将近1米高的初始海啸波。日本气象厅立刻发布北海道与三陆冲后发地震注意情报，警告未来2到3天内还可能有更大的地震在路上。这是什么？如果你常常看我的频道，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位早就警告过我们的通灵师普莱，他口中那个最危险的这国，在万众猜测之下，用一场 7.7 级的强震，用最血淋淋的方式证明了他的预言。这国应验了，但今天这集重点不是地震本身，重点是普莱在同一段访谈里藏在那4个缩写国家背后另一句更让人脊背发凉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尤其是亚洲地区的朋友要开始准备好粮食了。为什么是粮食？为什么偏偏是亚洲？为什么在一连串天灾预言里，普莱要把囤粮这2个字放在最前面，甚至比避开危险国家还要紧迫？这国已经倒下一颗椰子，下一颗 P 国会是谁？ T 国会是谁？ I 国又会是谁？今天这集我们就顺着普莱留下的线索一条一条往下挖，把那些被多数媒体忽略的细节重新摆到台面上。准备好了吗？深呼吸，因为接下来你看到的每一个数字都会让你冒出一身冷汗。先回到 J 国应验的那一天，4月20日的这场 7.7 级强震发生的位置正好卡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破裂区域最北端，距离当年震央不足100公里。从空间分布上看，日本本州东部北侧的地震能量亏损已经累积到临界点。日本气象厅在强震当晚7点30分，罕见地直接拉出最高级别的后发地震注意情报。这意味着千岛海沟到日本海沟沿线的巨大地震响定震源域，新一轮7级以上地震的几率相对平常时期已经明显升高。说白一点，这次只是序章，后面真正的大戏还没开演。而且你知道吗？这次地震的破裂速度只有不到每秒2公里，对一个 7.4 级巨震级的地震来说是非常慢的。这可能意味着应力释放并不完整，也可能意味着更深处的能量还没被完全清空。三陆这颗椰子也许还没真的倒，更别说在日本本州南岸外海，那条被称为大魔王的南海海槽还一直在那里蠢蠢欲动。科学家已经警告10年以上，南海海槽一旦破裂，规模将是9级起跳，高达34米的海啸将在几分钟内淹没高知，淹没德岛，淹没和歌山沿岸，死亡推估超过30万人。一次三陆 7.7 级的应验已经让日本气象厅不敢再沉默。而这条真正的大魔王在4月20日的这一震之后，压力分布会不会再悄悄变化，没有人敢打包票。同一天，鳗鱼主产区的岩手和宫城沿海养殖场、冷库、加工厂几乎全部停摆，当地鳗鱼产业初步估计减产1成到2成5%，恢复至少需要3到12个月。你可能觉得鳗鱼关我什么事？但这正是普莱警告的精髓所在。日本是全球粮食进口依存度最高的已开发国家之一，一个小小的鳗鱼减产就能牵动从中国、台湾到东南亚的水产加工链，让你餐桌上的鳗鱼饭、寿司、刺身在3个月之内悄悄涨价。这只是第一块骨牌，而后面排队等着倒的骨牌还有上百块。除了水产，日本东北的苹果主产区青森也在这次地震中受到冲击。青森苹果是台湾、香港、新加坡高端水果市场的重要货源，单一产区的停摆就会让整个亚洲高端水果市场的价格体系被扭曲。然后是三陆沿岸的海带、紫菜、昆布养殖，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品项其实是日本和式料理的灵魂。何时涨价？韩国、台湾的日式餐厅涨价，最后一碗拉面上桌，你只会觉得怎么又涨了50元，不会想到背后那条从三陆外海断层延伸出来的粮食金融链。更深一层看，这种单一产区的冲击
会在全球粮食市场上引发一种叫做替代采购潮的连锁反应。日本本土鳗鱼不够，就会大量从中国福建、广东采购。中国本地鳗鱼原本供应国内市场，一旦被出口拉走，中国市场的鳗鱼与其他水产价格就会上涨，连带着对岸的台湾也会被波及。因为台湾很多水产加工原料来自中国沿海，这是一个极短的骨牌链，从三鹿外海的海啸到台湾夜市的烧烤摊，中间只隔了3个月。你不信，我们等6月、7月再回来对账，保证你会吓一跳。而这条骨牌链只是9000条其中的一条。别忘了，日本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之一，每年从美国、加拿大、澳洲进口将近500万吨小麦。当地震发生后，东北港口的卸货效率下降，日本为了稳住国内面粉供应，会加大从其他地区的采购力度，而这些采购会直接拉高全球小麦现货价格。你以为你在台湾吃的一碗牛肉面跟日本东北地震没关系？错了，那个价格每一口都连着太平洋底下的那条断层。再把镜头拉回普莱在4月初接受的那次关键访谈，他在泰国那个以讨论临界讯息闻名的频道上推翻了自己去年12月提出的 HJT3国警告，改口指出真正危险的国家其实是 JPTI 这4个。警戒期从5月一路延续到7月，他特别提到，这次的预言是来自阎罗王的直接指示，比之前的警告更加严重。网民和媒体瞬间炸锅。J 是日本 Japan 还是印尼雅加达 Jakarta 还是牙买加 Jamaica？ P 是菲律宾 Philippines 还是巴基斯坦 Pakistan 还是秘鲁 Peru 还是葡萄牙 Portugal？ T 是泰国 Thailand 还是台湾 Taiwan 还是土耳其 Turkey？I 是印度 India 还是伊朗 Iran 还是伊拉克 Iraq 还是以色列 Israel 还是印尼 Indonesia 还是意大利 Italy？ 普莱本人始终不肯正面揭晓答案，他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他不是算命师，不是占星师，他只是一个翻译讯息的人，把灵界的提醒如实传达出来。真正的答案藏在每个人的直觉与警觉里。但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我们可以把他过去应验过的预言轨迹摊开，看看他的思路是什么，再用这把思路去量 JPTI 这4个字母。他的判断标准其实可以整理成3条。第一，他看海底断层的活跃周期。第二，他看大型传染病与集体免疫系统的变化。第三，他看那些政治高压、社会焦虑正在累积的国家。我们就用这3把尺来量一量这4个谜底。这国日本已经应验第1条。地质学家早就警告，2011年之后，日本海沟与千岛海沟沿线的应力重新分布，整个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进入一个新的活跃周期。7.4、7.6、7.7级的大地震在过去18个月轮番上映，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开端。日本气象厅已经公开承认，新一轮7级以上大地震在这一带发生的几率已经相对升高。这国的戏还没演完，接下来的2到3天，甚至2到3周都必须高度警戒。更令人不安的是，日本超市与便利商店在这2天里，罐头、瓶装水、电池、手电筒的存货已经被抢购一空。日本人是全世界最有防灾意识的民族，他们开始囤，就代表事情不简单，这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警讯。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没注意，日本在2024年夏天已经出现过一次米荒，米价在短短2个月内飙涨接近 30%， 超市的米价一度见底。这不是战争，也不是地震造成的，纯粹是极端高温让米粒变小，让稻米品质下滑，加上观光客大量购买，就逼得日本政府破天荒释出战略储备米。一个被视为粮食管理最严谨的国家，在没有战争、没有大地震的情况下都能出现米荒。那么当地震、海啸、台风这些因素叠加上来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普莱的警告不是凭空出现的。P 国最有可能的候选者是菲律宾。菲律宾坐落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最脆弱的一段，塔阿尔火山、马荣火山、坎拉翁火山在过去2年都出现不寻常的喷发指兆。更致命的是，2026年初中东战火推升国际油价，
菲律宾这个90%石油依赖进口的国家，农业成本直接爆表。南华早报最近有一篇实地采访，一位菲律宾农民说，他今年第一份收入几乎全部拿去买柴油，为了把农产品运去销售站，他每次还得额外付125披索的燃料费，搞到采收工人的薪水都付不出来。这种收获及亏损的怪象已经不是个案，而是整个菲律宾稻米产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崩溃。如果这个时候再叠加一场火山喷发或一次强震，粮食供应断裂几乎就是明天的事。菲律宾当局最近已经开始评估是否对部分地区实施米粮管制，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回应了普莱的警告。另一个可能的 P 是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在2025年冬季刚经历了历史性洪灾，印度河流域数十万公顷农地被淹，农业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到2026年4月，小麦与稻米价格仍在高档徘徊，民众对政府粮食补贴的信心正在崩溃。一旦巴基斯坦经济出现任何断裂点，整个南亚的粮食分配秩序都会被扰动。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 P， 就是巴布亚纽几内亚与太平洋岛国。这一带在2026年进入拉尼娜反圣婴周期，台风路径异常，随时可能出现一场让整个南太平洋物流瘫痪的超级风暴。更有人指出 P 也可能是 Palestine 巴勒斯坦，因为加萨地区早在2025年就已经被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式确认处于饥荒状态，这个地方的人道危机早就在普莱的视野里。T 国热门候选者有3个：泰国、台湾、土耳其。普莱本人是泰国人，他在多次预言中含蓄提到，如果可以的话，近期尽量避免前往这些潜在危险区域，尤其是3国交界线稍微靠内的区块，请特别注意。这句话让很多泰国网友毛骨悚然。2025年3月缅甸地震，曼谷高楼倒塌的阴影还没散去，而他在火马年预言里又说，泰国将面临一场经济剧烈震荡，一场政治内部分歧，以及一场范围极广的流行病。他甚至用了一个极其惊悚的词，他说泰国每个人下半年身家可能蒸发一半。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吗？股市、房市、汇率、银行存款全部集体腰斩，泰国风险绝对不能排除。台湾呢，处在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花莲外海、宜兰外海的地震活动从2024年4月强震之后从未真正平息，活断层清单一直在延长。更关键的是，台湾粮食自给率长期徘徊在 30% 出头，稻米虽然自给，但小麦、玉米、黄豆90%以上依赖进口。一旦全球物流出现大规模断裂，超市货架在1周内就会见底。而且别忘了，台湾的战略稻米储备大约是3个月分量，但黄豆与玉米的储备大多只有1个月上下。台湾社会对粮食安全的认知长期停留在台风前去超市扫泡面的水准，这种警觉度在普莱预言的这种多重危机情境下严重不足。普莱有没有在说台湾？没有人能断言，但台湾绝对在这个字母的候选名单上。再说得更细一点，台湾北部的粮食供应有超过90%依靠西部港口进口，高雄港、台中港、基隆港这3个节点，任何一个出现封锁或瘫痪，台北的超市货架不到10天就会见底。而台湾的地震历史，每隔几十年就有一次大型地震，921已经过去超过25年，花莲2024年的强震只是警钟，真正的大地震统计周期上早已过期。如果在2026年夏季这个敏感时段，台湾真的遇上一次规模7以上的地震，再配合任何形式的海上封锁或冲突预警，粮食危机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会有多严重。至于土耳其，作为欧亚航空枢纽，目前正承受周边领空关闭带来的巨大航班改道压力，加上2023年2月大地震之后，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仍在持续活动，伊斯坦堡周边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科学家已经警告说积蓄了足以释放7级地震的能量。如果伊斯坦堡地震，欧亚之间的陆空物流将陷入混乱，黑海地区的粮食出口路线会再次受到冲击，而这条路线正是小麦流向全球的主动脉。土耳其同样榜上有名，埃国，这是最容易解读也最吓人的一个。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印度、印尼、意大利全部都在候选名单上。
2026年初，荷姆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战火吞噬大量导弹与无人机，杜拜与阿布达比机场都曾遭残骸波及。普莱直言，2026年会有非常可怕的空难，而全球政府已经对几个 I 字头国家发出最高级别的旅游警告。以色列、伊朗、伊拉克这3个 I 是一条随时可能点燃的战争导火线，一旦中东任何一个 I 爆炸，石油价格就会直接掀桌，所有依赖进口能源的亚洲国家，包括你和我，都会被殃及。印尼则坐在地球最活跃的火山带上，莫拉皮火山、塞梅鲁火山、坦博拉火山，任何一个喷发都是全球粮食产量的黑色星期五。历史课本告诉我们，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喷发，让隔年全球进入无夏之年，农作物大规模欠收，欧洲与亚洲都爆发饥荒。200年后的今天，这种事情会不会再来一次？科学家无法给出确定答案，但他们可以给你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全球每3000年就会发生一次类似规模的超级火山喷发，而我们现在已经有211年没看到这种规模的喷发了。印度则在2025年底开始出现大规模抗议浪潮，粮食补贴体系摇摇欲坠。一旦印度启动粮食出口禁令，全世界的大米进口国立刻陷入恐慌。我们在2023年印度禁止部分白米出口时已经见识过一次，当时全球米价在2个月内暴涨接近 20%。 意大利则和欧洲这一轮极端气候、阿尔卑斯山冰川消退以及埃特纳火山的持续活动有关。波河流域的干旱已经让意大利最重要的面粉产区连续3年减产。好，以上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已经够吓人了？但普莱真正最沉重的警告从来不是这4个字母。他在节目的最后几乎是压低嗓音说出那一段话。他说，当这些天灾人祸连续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眼睛只盯在地震、海啸、战争本身，因为真正会把人击垮的不是一瞬间的崩塌，而是之后数个月甚至数年的粮食短缺与物价暴涨。他用了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比喻。他说，他看到像椰子树一样一棵接着一棵倒下的画面，那不是树，那是一个个国家的粮食供应体系。为什么偏偏是亚洲？让我们把镜头拉远，看看2026年4月此刻的全球粮食局势。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刚刚发布的2026全球展望报告，全球已经有高达 3.18 亿人处于危机等级的饥饿或更糟状态。2025年，加萨地带与苏丹地区同时爆发2场正式确认的饥荒，这是本世纪第一次。而到2026年，因为中东冲突持续恶化，全球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可能直接冲向 3.63 亿人的历史新高。联合国的报告直白写道，粮食不足人口半数以上生活在亚洲，超过4亿人。没错，是亚洲。这一切与亚洲最密切的连结有3条。第一条是能源价格。2026年1月起，荷姆兹海峡局势紧张，全球原油价格在3个月内飙涨超过 30%， 连带把化肥、农机、柴油、物流成本全部推高。菲律宾、泰国、越南这3个东南亚农业大国，几乎90%石油依赖进口，农民从播种到收割，每一道工序都在燃烧现金。这不是个案，而是整个东南亚稻米产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悲剧。你今天吃的每一碗白饭背后，都是一个农民在亏本耕作。这种模式撑不了多久，一旦农民放弃耕作，3个月后稻米减产就会反映在国际米价上，半年后你家楼下超市的米袋价格就会翻倍。这不是预言，这是基础的农业经济学。第2条是极端气候。普莱特别强调，2026年是雨水过多的一年，雨量多到像天漏一样，部分地区会变成风暴反复经过的固定通道，东南亚沿岸会逐步变成新的风暴前线。这不是玄学，气象学家过去18个月反复警告过同样的事实。圣婴现象与反圣婴现象的切换周期正在紊乱，湄公河、红河、伊洛瓦底江的流量异常，影响的不只是稻米、小麦、玉米，更是整个东南亚数千万农村家庭的生计。他还提到一个奇怪的异象，他说会出现类似泥土喷发的异象。这句话我一开始看不懂，后来查了资料才明白，它可能指的是火山泥流、土石流，
或者是海底火山喷发造成的海泥翻涌，不管是哪一种，都会直接摧毁耕地。印尼、菲律宾、越南的火山灰沉积区，只要一次规模稍大的喷发，就足以让数十万公顷良田变成灰白色的死地，连续3到5年无法耕作。第3条是地缘政治。普莱说，如果美国发生内乱，有可能让第3次世界大战延后3到5年爆发。这句话听起来是好消息，但他接着补了一刀。他说，延后不代表取消，而是能量在积累，当它爆发的那一刻，冲击会加倍。而在这3到5年的延后期里，我们会看到的就是粮食成为战略武器，谁控制稻米，谁控制小麦，谁控制化肥，谁控制种子，谁就掌握了下一轮世界秩序的钥匙。俄乌战争期间，我们已经看过一次黑海粮道被掐断的预演，下一次会在哪里上演？太平洋、印度洋、南海，每一个可能的地点都挨着亚洲的后门。你现在再回头看普莱那句亚洲地区的朋友要准备好粮食，是不是感觉整个画面都不一样了？他不是在吓你，他是在用通灵师的语言翻译一个地缘政治学家、粮食经济学家、气候科学家早就在大声疾呼，但没人听的事实。亚洲，特别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这几个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经济体，在全球粮食供应链被多重冲击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一环。台湾粮食自给率长期只有 30% 出头，热量自给更低。日本粮食自给率大约 38%， 韩国不到 45%， 新加坡只有个位数，香港几乎 100% 依赖进口。一旦全球物流出现任何大规模断裂，一旦产地国启动出口管制，这些亚洲城市与地区的超市货架会在1周内见底。这不是危言耸听。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亚洲多个城市已经预演过一次，只是那次我们很幸运，物流恢复得很快。而普莱还提到另一个关键词，火马年。他说2026年是火马年，这一年属于马射火之年，象指局势将趋于炎热与剧烈，且变化无情。翻开中国农民历，丙午年在传统命理中被称为烈马奔火，意味着这一年社会的矛盾会被点燃，累积多年的问题会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上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一年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越战全面升级，欧洲陷入冷战最紧张阶段。再往前的丙午年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加上俄国革命前夕的社会动荡。再往前的1846年，爱尔兰马铃薯饥荒爆发，100万人饿死，数百万人流亡。这些火马年的历史巧合，是单纯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还没完全读懂的周期？我再补一个火马年的冷门细节。古代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丙午年出生的女子被称为火马女，据说命硬克夫，这种迷信在日本特别流行。1966年上一个火马年，日本出生率居然整整暴跌了 25%， 那一年日本人宁愿不生也不要生火马女。这种集体恐慌不是数学，不是科学，而是纯粹的文化心理。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2026年又是火马年，再叠加普莱这种等级的通灵师一次又一次应验的警告，你觉得亚洲社会的集体恐慌会不会在某个节点被点燃？一旦被点燃，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是逃难，不是革命，而是冲去超市囤货。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点认真地跟你们聊囤粮这件事。不是我要吓你，是我担心当多数人惊醒的时候，货架上已经空了。但2026年的局势远比2020年复杂，地震、海啸、火山、洪水、干旱、战争、流行病、航空瘫痪，普莱预言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正在一个接一个被勾选。你可以不相信通灵，但你不能不相信数字。3.18 亿人已经处于饥饿危机，这是冷冰冰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全球原油上涨 30%，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头条。菲律宾、泰国、越南农民收获及亏损，这是南华早报的实地采访。2026年三陆近海 7.7 级地震，这是维基百科刚刚建立的词条。一切都在发生。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普莱是对的，如果他的这国已经应验，如果 PTI 还在路上，如果粮食短缺真的会像椰子树一样一国一国倒下，我们作为普通人
该怎么办？在进入具体准备之前，我再特别对台湾的朋友讲3句话。如果你住在台湾，未来几个月请紧盯3个讯号。第一，看高雄港、台中港、基隆港这3个港口的进口量有没有异常变化。这些数据海关每月公告，你上网可以查到。如果黄豆、玉米、小麦的进口量突然掉下来，那就是粮食危机正在渗透台湾的最早讯号。第二，看花莲、宜兰、台东的地震频率。这一带的活断层是台湾地震的火药库。如果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报告在某一周忽然变得密集，4级以上地震一周内出现3次以上，那就必须高度警戒。第三，看进口粮食的大宗报价，特别是黄豆期货与玉米期货，这2个品项的国际价格会提前2到3个月反映在台湾饲料、肉品、食用油的零售价格上。当国际黄豆一周内涨超过 10%， 你家冰箱的肉品就该开始补货了。这3个讯号，任何一个出现异常都不代表世界末日，但都是你把冰箱、米缸、药箱做一次盘点的最好时机。普来说的亚洲准备，不是叫你现在冲去超市搬空货架，而是叫你学会看这些讯号，学会在警示灯还只是黄色的时候，就把家里的红线守住。这跟股票市场的停损单是一个道理，你不是猜涨跌，你是在底层设好安全垫。第一件事不是恐慌，而是盘点。你家现在打开冰箱，打开米缸，打开储藏柜，如果明天所有超市关门1周，你和你的家人可以撑几天？如果答案是3天以内，你需要立刻行动。一个成人每天大约需要2000大卡热量，一个4口之家1个月需要的主食大约是30公斤的米、20公斤的面粉或面条，再加上适量的油、盐、糖、干豆、罐头、奶粉，这些东西加起来成本其实不到新台币5000元，但它换来的是你全家1个月的心理底气。米最好选择真空包装，或者装进密封桶加上干燥剂，在阴凉处可以存放1年以上。罐头则要注意保存期限，每半年检查1次，快过期的先吃掉，再补新的，这叫滚动式储备。我再给你一个进阶的囤粮策略，真正会囤粮的人，不是把东西堆进仓库就算完事，而是建立3层储备。第一层是日常库存，大约1周到2周的分量，放在厨房容易拿到的地方，每天正常使用。第二层是滚动储备，大约1到3个月的分量，放在家里阴凉通风的储藏空间，每个月拿最旧的出来吃，补最新的进去。第三层是长期储备，大约3到6个月的分量，真空包装或金属罐装的干货放在最里面，每年检查1次保存期限。这3层储备对应的是3种不同的灾难情境。1周到2周应对的是一般停电、台风、短期物流瘫痪；1到3个月应对的是地震、战争预警、大型疫情；3到6个月应对的是长期粮食危机、国家级物流中断。你不需要一次把3层都做满，你可以从第1层开始，每个月加一点，半年后你就有一个不太起眼但非常扎实的家庭粮食防线。这种从容的准备跟台风前冲超市的恐慌购物是完全2种心态，也是2种命运。第二件事是水，很多人囤粮会忘了水。一个人每天饮用水加料理水至少需要3公升，4口之家1个月需要360公升。如果你住在公寓，空间有限，可以考虑囤2周分量的瓶装水，再加上一台可以净化自来水的滤水器。台风季节、地震之后，停水往往比停电更麻烦，而且水是无法临时去超市抢的，因为停水的时候，超市的水也早就被抢光了。进阶版做法是准备一个可携式滤水器，加上几包净水锭，这样在最糟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把雨水、溪水煮沸后再净化饮用。第三件事是药品。普莱特别警告2026年将出现一种肺痨与黑死混合的致命疫情，患者会出现持续高烧、过敏扩散、免疫系统崩溃的症状。他甚至描绘飞机上整机乘客都在咳嗽的画面，而这种画面被视为正常。你不需要成为末日论者，但你家里至少应该备齐退烧药、止痛药、电解质补充、体温计、口罩、酒精、一般外伤消毒、常用慢性病药物至少3个月分量。
这些东西在疫情爆发的那一周，药局会瞬间净空。你如果家里有年长者、有慢性病患者、有小孩，更要把这一块提前做好。N95 口罩、快筛试剂、脉搏血氧仪，这些在2020年教会我们的装备清单，永远不要丢。讲到这场普莱预言中的疫情，我想多花点时间帮你解析他描述的那些症状。他特别点出3个关键词：持续高烧、过敏扩散、免疫系统崩溃。这3个词放在一起，在医学上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叫做免疫风暴或细胞激素风暴。2020年新冠疫情中，最后死亡的重症患者很多都是死于这种免疫过激反应。普莱描述的止痛药从1粒变2粒才有效。在临床医学上，这可能对应的是慢性发炎反应所造成的药物耐受性，而他描述的对任何物质都可能产生过敏反应，这在免疫学上是典型的广泛性超敏反应。这些症状拼凑起来，普莱看到的不是单一疾病，而是一种人类免疫系统整体崩溃的集体状态。这不是什么科幻情节，这是很多免疫学家过去10年一直在警告的事情。环境毒素、微塑胶、空气污染、食品添加物，长期累积下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免疫底子已经比祖父母那一代差太多。普莱只是用通灵师的语言，把这个沉默多年的医学警告翻译成一般人听得懂的画面。第4件事是现金。当物流、金流、电网出现任何异常，提款机会在24小时内排起长龙，准备至少2周的现金，以小面额为主。这不是末日思维，这是基本的家庭风险管理。顺带一提，普莱在2026年预言里特别提到，金价可能会突破每盎司10万这个惊人数字。如果你有能力配置一点实体黄金，也是一种对冲。但要注意，黄金不是拿来炒的，是拿来保命的，所以要买得起、放得下、卖得出的规格。1盎司金条、半盎司金币或者1钱金饰，比一大块几十万的金条更实用。第5件事是能源与照明。停电这件事，亚洲城市的人往往严重低估，一次台风、一次地震都可能让整个社区停电好几天。准备1组行动电源，至少2组以上的容量够给全家手机充电1周。准备几只可以用电池或手摇发电的 LED 手电筒，而不是依赖手机手电筒。如果你家阳台空间允许，买一块小型太阳能板加上一个可携式储能电池，是很好的进阶配备。此外，卡式瓦斯炉和几罐瓦斯罐是停电时最简单有效的主食工具。这些东西平常都只有几百块钱，关键时刻它就是全家的生命线。第6件事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是关系。普莱在访谈最后说，这一切灾难与人祸是一种共业，真正的应对办法在于内在的觉醒与对神明的信仰，提醒大家心存正气。不管你信不信神明，他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真正让人在灾难中活下来的，不是囤多少米，而是你身边有没有愿意跟你分享1碗粥的人。邻居、家人、朋友、社区，这些关系网才是最后那道救命的防线。米会吃完，水会喝完，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那个撑你到最后的东西。这件事情不是你等到灾难发生才去培养，而是现在此刻就从跟楼下阿姨多打一声招呼，跟老同学多吃一次饭，跟家人多回一次家开始。讲到这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让我无法忘记的细节。普莱在2025年4月曾经说过一段话，当时几乎没什么人在意。他说他看到的不是水，而是像椰子树一样接连倒塌的景象，这会从5月延续到8月，整片海底将开始连环爆发。那时候我们以为他在说海啸，但现在回头看，他讲的椰子树接连倒塌或许根本不是树，而是整个亚洲粮食供应链的隐喻。一个国家的粮仓倒下，另一个国家必须补上，补不上就再倒下一个。从日本的鳗鱼减产，到菲律宾的稻米亏损，到泰国的农业收缩，到印尼的火山阴影，到印度的补贴危机，每一颗椰子都在摇晃。而当多颗椰子在同一个季节同时倒下的时候，全球粮食市场的反应不是温和调整，而是雪崩式的价格失控。历史上每一次粮食大危机都是这样开始的。2007年到2008年的全球粮价危机起因是澳洲干旱，
俄罗斯火灾、美国玉米转乙醇，3件事凑在一起，小麦价格一年暴涨 130%， 在中东引爆了阿拉伯之春。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黑海粮道被切断，全球小麦再次飙升，斯里兰卡直接国家破产。每一次起点都是几颗不起眼的椰子，每一次倒霉的都是最穷的那一群人，每一次事后回头看，预警的信号其实一个都没少，少的只是愿意相信这些信号的人。再往前看，1940年代的亚洲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日本占领越南，接管稻米收割权，加上台风与洪水，造成越南北部饿死超过100万人。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是自然灾害加上政策错误，造成数千万人死亡。每一次粮食危机的起点都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一连串小事件的叠加。普莱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叠加的预兆。现在这些椰子又在摇了。更关键的是，这一次的摇晃集中在亚洲，而亚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粮食进口依存度最高、粮食战略储备透明度最低的区域。中国官方多年来反复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具体储备多少，外界永远拿不到准确数字。中国如果出现粮食紧张，北方先挺，南方先慌，沿海城市会最先感受到进口黄豆、玉米饲料价格暴涨，猪肉、鸡蛋、食用油会在2周内跟着涨。印度虽然是稻米出口大国，但国内粮食分配不均，一旦启动出口禁令，全世界的大米进口国立刻陷入恐慌。越南、泰国、缅甸这3个亚洲传统稻米出口国2026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产压力。这些讯息拼凑在一起，就是普莱看到的那幅椰子树接连倒下的图。而普莱预言里那个最令人心惊的版本，是他说若干国家政府在面对流行病与物资短缺时，会选择停止积极应对，任由问题蔓延。他描述这种情境时用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他说死人如落叶般多，这8个字在任何预言体系里都是最不祥的警告之一。结合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统计，2024年全球达到灾难性饥饿等级的人数已经达到190万人的历史新高，连续6年恶化，而国际资助却正在以多年来最快的速度缩减，援助在撤，灾难再来，这就是现在的基本盘。我还想补充一点，很多人会说，就算真的发生粮食危机，政府不是会出手吗？让我们看看历史的答案。2022年斯里兰卡崩溃的时候，总统逃亡，民众冲进总统府，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救助任何人。2020年武汉封城的时候，蔬菜与生活用品的配送系统混乱了至少1周。2011年311地震之后，日本东北部的灾区物资短缺持续了超过1个月。政府会尽力，但政府的速度永远跟不上个人的焦虑。你如果把自己家的生存完全赌在政府的应变速度上，那你赌的是一个你没有任何掌控权的变数，而你家的米缸是你100%可以掌控的。我知道这集讲得很沉重，但我要提醒一件事，普莱本人在所有访谈里都反复说过一句话，他的预言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为了让有责任的人提早防范。他甚至说过，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提早一点点觉醒，一点点行动，那个最坏的版本是可以被避开的。椰子树不一定非得全部倒下，前提是我们愿意在它还站着的时候看见它正在摇。你家的米还够吗？你家的水还够吗？你家的药还够吗？你和你最在乎的人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周末好好坐下来聊一聊万一的那个剧本？我不是要你害怕，我是要你记得，准备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个家庭有1个月的粮食储备和没有储备，在灾难发生的那个瞬间是完全不同的2种命运。1个月的米买下来不到5000元，而且你要记住，囤粮不是一件自私的事。当你家有余粮的时候，你就有能力照顾到邻居，你就有能力分一碗给那位独居的老人，你就有能力在社区最需要的时刻站出来当那个稳住大家的人。真正的囤粮哲学从来不是末日独活，而是有余而后能分享。普莱说的内在觉醒与心存正气，我想也是这个意思。最后再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观察角度，你最近有没有注意过超市货架上的某些品项开始悄悄变贵，或者分量变小了？食用油从5公升变4公升，但价格没降，
泡面从一袋5包变4包，但价格没降。卫生纸、洗衣精、牙膏这些日用品包装缩水已经半年多。这种现象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包装缩减型通膨。这是粮食危机进入日常生活的第一阶段，是经济学家口中的温水煮青蛙。当你感觉到水变热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跳出去了。普莱说的物价暴涨，不是某一天突然暴涨，而是像这样一点一滴已经在你的超市收据上发生，你只是没有把这些讯号跟他的预言连起来看而已。这果已经应验，下一个不一定是谁，但一定有人。PTI 还在排队，而亚洲整体粮食供应的那口气正吊在一条比2011年更脆弱的丝线上。而你我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在新闻画面里空着米缸望着空荡荡超市货架的那个人。记得天塌下来有人顶着，但米仓空了，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普莱这次最想告诉亚洲所有人的那句话。